几年素月浓，萧瑟沉风，恍若还是缄默片中。静心听花落，无虑不谋，所去处可是我所求。一你去荒流，江山与江山不同，乾坤无念不肯生动。并肩看苍穹，岁月比岁月浓稠，一眼刻墨江岸空。荒唐人世中，谁是我？陛下，要不然让我去刺杀上将吧。这次不同，上次卢从表面上是在等朝廷授节，陈印台不知你底细，所以才得以顺利探查。可这回，张江有了戒备，单枪匹马，肯定不行。陛下，若是您有什么应对之策，一定要告诉鱼儿，鱼儿一定竭尽所能。说的真是朝露之滨的忠臣义骨。陛下，陛下，朕想派张忠儒前去卢从，平定卢从之乱，但解决卢从一事还不够，眼下还需另辟蹊径，比如，征调各方兵马。陛下的意思是，从各地节度使要兵？没错。藩镇割据，一直没有叛乱，一是邱子良的淫威，二是彼此忌惮。这个时候，卢从要是占得先机的话，怕是节度使们都不愿意看到。所以找他们借兵，希望很大。是的，但是邱子良是不可能让节度使们联合起来为朕所用，他必会阻拦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国都要没了。他不过是一介阉奴，对他来说，谁当这个皇帝并不重要。也许莽夫上位，于他来说更为有利。不服的人越多，他就越能控制这个朝堂。不生气，我是替陛下生气。朕不气。那我也替陛下生气。全天下的人都觉得是陛下抢了皇位，可事实呢？事实是先帝给裘子良的权力过大，把他养得那么可怕，最后又把烂摊子甩给了陛下。这样的皇位，谁又想要呢？月儿，谢谢你。这是臣应尽的职责，臣不领谢。之前种种艰难，如果是为了让朕遇到你，谢谢。那么即使有朝一日查出朕是你的仇人，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朕也觉得是值得的。
张江，是你招来的吧？他有所行动了，挺快啊。果然是你。是我。你让人将我带往边境，想撵我出星途，我只能告诉张江，如今恒安内乱纷争，他只管大胆趁虚而入。当年你父谋反失败，牵连家眷，娘亲被逼入宫，成为郭太后的侍婢，受尽侮辱。受尽侮辱，最后还不是当了妃子吗？她没有选择，她为了活着。她凭什么活着？她为什么不去殉葬？丈夫死了，她若是真烈女子，就该跟丈夫一起去了。还有脸承欢嫡主，生下你？13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的，我父亲死了，家也没了，我一个人苟且偷生。当我得知你出生时，我心里是很高兴的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固然是为父报仇，为他夺回江山，但也是为了你啊！你这么优秀，你比齐延安王都要出色，你才是大姓之主啊！而且你忘了，文宗写过遗诏，要传位给你，你才是正统的帝王。齐燕他们都是乱臣贼子。元都，在。你们可以出发了。13，他没了武功，应该不会再逃脱了。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引卢从作乱。吾之疆土，不容践踏；吾之家园，不容侵占；吾之姓氏，不容玷污。你这个畜生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外面多了好多侍卫，看来裘子良也担心陛下有所动作。意料之中。那怎么办啊？没有陛下的手谕和兵符，李大人要如何征调兵马？就算有朕的手谕和兵符，也未必有用。可是那起码名正言顺啊，晓之以情，诱之以利，此即可行的。陛下，您笑什么？最近您笑的次数好多啊。跟你在一起开心，开心所以笑。都什么时候了？来，云儿，陪朕躺一会儿。这什么这？那我就勉为其难，陪您躺会儿吧。
月儿，你真的想帮朕吗？当然了。但有一个办法，恐怕你不会同意。我同意，不管您说什么，我都会同意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走吧。您说什么？离开朕，离开恒安。我不会同意的，唯独这一点我不会同意。我不会离开陛下的。韩定至今不知生死，我走了，您一个人怎么办？但战乱可平，百姓可活。这个程曦，真是个不安分的主。是，他这一招太狠了，等于将大人、祁烨和咱们全都在此拖入了生死局之中。咱们要做点什么？不，用兵打仗非我所长，与其班门弄斧，倒不如静观其变。这个神医的底细查得如何了？查到了，他姓吴，奉姓人士，无亲无友，孑然一人。10年来游走四方，到处行医，不在乎钱，救活过很多人。他说祁烨没救了。他是这么跟大人说的。有意思。什么？右居找来这么个人，救醒了原本不会醒的袁喜。咱们神机妙算的右相大人，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。若他不知道，他是如何提前准备好佛剑笑的？在袁行醒后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诱他改了口供。这个神医，难道是？连将旗营的右相，都是光王殿下的替身了。区区一个神医是右相的人，又有什么不可能的？陛下伤势如何？你选的那个小丫头，资质过人，令我刮目相看。陛下死不了了。接下去，我该怎么做？等。等到卢从之乱平息后，然后再启动我们的计划。10年了，我一直在等的。师兄，对不起，我很惭愧。雨泪已泛水成文，沧海一如脚生根。你忽然一问，绕了背后的我真的不想离开您。月儿，你听好了：一，你发誓会听朕的话；二，战火弥漫，会死很多无辜的人；
三，朕答应你，一定会等到你回来。你要相信朕，一如朕那么的相信你。好。打成通天的门，换你做余生。太皇太后，您不能进去，求公公有令。让开！哀家倒要看看谁敢阻拦。太皇太后，参见皇祖母。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们一个两个全都瞒着哀家，是不是觉得哀家老了无用了？这么大的事，若非泽宁告诉我，哀家还不知道呢。陛下，你如今一身的伤，可怜我的蓉儿。邱子良那老贼，他是想要断了我们齐氏的根呢。皇祖母，请慎言。哀家就是要说，怕什么？反正蓉儿已经死了，你也要死了，哀家也不想活了。还请皇祖母别生气。您这是做什么？贱婢，都是你！若不是你，陛下也不至于受伤至此。可是这些，也并不都是鱼儿的错。看看，到现在你还护着他，哀家都听说了，你是为了救这个贱婢才受伤的。你可是95之尊呐，只能他替你挡剑，你怎么能替他挡剑呢？鱼儿也保护了朕。但是哀家看到的是他活蹦乱跳，而你呢，哀家的孙儿却站都站不稳。太皇太后说的对，奴罪该万死。孩子还在吗？没了。那你还留着他做什么呀？还不请出宫去！滚！皇祖母，请息怒。鱼儿她身受重伤，现在需要好好的静养。况且，朕的身边也需要一个人服侍，请皇祖母开恩。可以找别的宫女服侍你。这个程若愚，哀家绝不允许她再留在陛下身边。你还有脸留在宫里吗？玉儿，妍儿，你还要让哀家操碎心吗？遣出宫去，不许他再回来。玉儿，如今朕被软禁在这个地方，只能想个办法让你离开。我不走。现在最合理的理由，莫过于太皇太后迁怒于你，要将你撵走。您别赶我走，好吗？傻瓜，朕怎么可能赶你走呢？听话，你要是这么
这么哭下去的话，朕会很难受的。玉儿，别哭了好吗？朕之所以让你这么做，朕知道，朕的安危对玉儿来说是最重要的。那是因为朕是大兴之主，既是大兴之主，就要对得起这个位置。紫衣局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？吾心如剑，震恶出血；吾剑如心，护国忠君。好，所以朕要你的忠诚，可有异议？明日你被撵出宫后，邱子良必会派人跟踪你，你很危险。但朕相信，你一定可以化解这所有的危险。我会解决，因为我还要活着回来。你只要活着，朕就能活着。为了让陛下活着，我也一定会活着。我们一定都会活着。你来的正好，把你的弓带回去。弓就在那儿，你自己拿。陛下，你这又是何意？皇祖母，皇祖母，您赶走一个，朕也赶走一个，这样才公平，不是吗？哦，郭太后把小杂鱼赶走了。回大人的话，高公公是这样说的，怀疑其中有诈。郭太后表面上不显，实则很疼爱齐燕的。再怎么讨厌程若愚，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强行拆散二人。真相就是，小杂鱼要出宫必有任务，对吧？看来还是不死心呐。烂棋，我是说程若愚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我还以为你说我下的烂呢。你是指郭太后赶小杂鱼出宫的事？一个轻功不错，又很机灵的卒子，你通常会派他去做什么？传信。有什么信需要最信任的人去传呢？密诏。由此可见，卢从一事，陛下也有对策。他的对策必须瞒过邱子良，所以他和程若愚演了一出苦肉计，送程若愚出宫。好计。我说啊，一步烂棋。啊？我能想到，邱子良也能想到。程若愚孤身一人想要成事，
几乎不可能。而我如今又受猜忌，不能轻举妄动。神裁军那边安排的如何？新晋将领们各有主意，再加上资历浅薄、难以服人，底层兵卒怨声载道。趁热打铁，趁裘子良忙于对付程曦和程若雨，我们的计划可以开始了。是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兵符，高公公说陛下的兵符不见了。本宫知道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神裁军军权如今已回大人之手，可听陛下兵符调令。不听。既如此，大人为何忧心忡忡？大兴可不止神裁军一支，懂吗？大人担心赵义军那样的地方军。这样，你亲自带兵，跟踪小杂鱼，看他做什么，随时来报。是。程美人，深更半夜，这身打扮，怎么，你是想折腾本宫是吗？
大人，好像是神裁军军营的方向着火了，去看看。是。滚！说吧，你到底想找什么？兵符呢？什么兵符？别装傻了，本宫知道在你的手上。交出来吧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清楚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兵符。那你来李德云的府上做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找李泽宁啊！要不是他跟太皇太后告状，我怎么可能会被撵出宫呢？你当本宫是3岁小儿是吧？裘大人要是不信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继续搜吧。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神裁军兵变了。调虎离山呢？今夜宫中兵符失窃，然而陛下的寝宫，唯有程美人能够自由出入。来人，把程美人带回去，胭脂，替本宫好好的审审。是。兵变是怎么回事？你猜？是你安排的？不然，如何让你脱身？你都知道了。你的好姑姑引狼入室，陛下只剩2条路可走：一，调神裁军应敌；二，借地方军应敌。而裘子良断不会交出神裁军军权，所以，陛下只剩1条路可走。你说的没有错。调兵需要兵符，而陛下被困宫中，需要有人将兵符送出去。所以，郭太后配合你们演了一出戏，把你赶出宫。如此一来，裘子良便会认为兵符在你身上，尽全力拦截你。而真正的兵符，早已送到了李德云手中。那你就再猜一猜。真正的兵符是谁带走的呢？那当然是你的好情敌李泽宁了。爹爹，我做了羹汤，你喝一点吧。我哪有心思吃啊？虽然现在兵符到了我的手，可后面的事情会更加艰难。爹爹是觉得调动地方人马不可能吗？不是没有可能，而是没有人手。人手？这些节度使个个都老奸巨猾，岂是一道兵符能够调动的？想要让他们出兵，必须要有重力诱制、重压摄制，还要有一个带兵的人来管制，而这个人实在是找不到啊。此刻，兵符应已顺利送到李德云手中，不知玉儿是否能脱身回来。希望那个盒子里的东西
能在关键时刻保他一命。倔强也是种默契，受一点伤不足为奇。朕一定要挺住，听到玉儿回来，朕跟她约好了的。也愿为你等待，残灯相伴，轻寒轻暖，莫让有天的长谈，将我们这一世情话说完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出现只是为了吸引裘子良的注意，而真正的兵符已经由李泽宁送去给李大人了。一步烂棋，不管是不是烂棋，裘子良都已经中招了，不是吗？而你也再次落到他手中了。我有护身符啊，而且，我不是还有你救我吗？你对我可真有信心。可惜你错了。啊？你又落到爹爹手里，还有机会逃脱，但现在他把你交给我，为了避险，我断不能让你离开。你刚才不是还说要帮我脱身吗？本是那么计划的，但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没关系，我既然选择了此计，就已经将生死置之脑后了。胭脂，不管你能不能帮我脱身，我都领你这份恩情。鱼儿，你可愿从此以后跟着我？嗯，我可以助陛下解决卢从之事，甚至让他坐稳皇位，令大人不再挟制他。但作为回报，待卢从事了，你需向我投诚，从此以后为我所用。你不用直接拒绝，回去以后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实在是弄不明白了，将棋营有那么多高手，你又不缺下属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呀？兵卒虽多，良将难求，而我十分喜欢你。裘大人，你就是那个闹事儿的？是小人，不过，不是闹事，而是讨要说法。什么说法？自开春以来，上头一直拖欠我们的粮饷，深冬了，兄弟们的棉服都是破的、旧的，家中父母妻儿还等着我们寄钱回去过年。本宫前几日还正好吩咐过，给你们家3个月的粮饷。没有，1文钱也没有。没有，有钱没有？有钱没有？什么情况？回头再收拾你，滚！
那你究竟要讨什么说法？罚钱！罚钱！罚钱！还有呢？还有加粮饷！加粮饷！加粮饷！这几年米粮都贵了1倍，凭什么我们的钱越来越少？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死了！我们留在营中的那些副将，不知道被谁给杀了。谁干的？怎么回事啊？还有，兄弟们都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，我们只是捆了那几位副将，并没有杀他们。求大人，事后不要追究我们的罪责。可以。来，你过来。闹事者已死，今日之事，本宫不再追究。明日一早，本宫补发你们3倍的粮饷，行吗？谢大人。浮生若梦，为还几何？风摇雨落，此心何处停泊？剑起刀割，决斩不断。这一过，看天地之间，皆默默。尘缘萧索，宿命奈何？日升月落，此生依旧。